女士，您看这力度可以吗？可以。嗯啊，可以再重一点啊。妈，舒服吗？在这个最好的 SPA 馆，享受最高级的美容，能不舒服吗？您要喜欢的话，我给您办张卡，您随时过来。哎，无功不受禄啊！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您10月怀胎把我生下来，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还没功劳，合着我孝敬我亲妈还成我的不是了。你少气我2回，我就能多活10年。卡办好给我爸得了。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你爸这张老脸啊，基本上没救了。得。你好，我确认。清蒸海鲈鱼，请慢用。来妈，咱们俩难得单独在一起，这20多年辛苦您了，这杯酒我敬您。小欧啊，你孝心妈懂了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咱们好好的聊聊。你和严谨一起经历过很多的事情，妈知道。但你俩毕竟认识才1年，2人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都是截然不同的。你不怕他有钱就不靠谱吗？我就纳闷了啊，你爸科室里那么多年轻的医生，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呢？好呀，那我就找个医生，然后也去医院上班，咱们一家子住进医院。妈，严谨他现在是个商人，但他以前是个警察，他父亲也是军人出身，从小家教严格，行为作风比我还端正，绝对靠谱。无非就是那个嘴巴爱耍点贫，平时不好好说话。但是他高颜值，身材好，全中国就这么一个严谨，被我给捞着了。哎呦，你还是我女儿吗？啊？我这儿在跟您说正经的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呀？那之前他跟我回家的时候，你不是对人家挺热情的吗？哈，之前你把她带回家，你不是也是冷冰冰的吗？妈，咱们家就您最深明大义。我知道你所有的担忧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严谨这个人到底行不行，你不得见了认识了才知道。你好歹给他个登门拜访的机会。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不用您说，我自己就给他踹了。把手给我。你确定？你真的爱他吗？我确定。周末见了再说吧。妈，你同意啦？妈，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妈，你多吃点啊！大虾大虾。你是去看我妈，还是去我们家摆地摊呢？我第一次以未来女婿的身份去你们家，我肯定得表现一下。礼物不在于贵，在于用心。我可是心肝脾肺肾我都走了一遍。这赵雅敏女士还在更年期，指定出什么幺蛾子。她要是 diss 你的话，千万要忍住啊！放心吧，就没有拿不下的高地。
今晚啊，就把你们家当成敌方的司令部，一定给他攻下来。慢慢聊啊。对，好嘞。来，小燕，哎，喝茶。谢叔，来就来了，还买那么多贵重的东西干什么？下回不允许啊。妈，我好不容易带严谨来一趟，你就让我们吃这个呀？金莲花怎么了？啊？抗癌的，吃这个委屈你了吗？来吃饭了。好，吃饭。好。吃吧。人家小燕来，你不能一水的青菜吧？哎呦，真是亲爷俩，吃青菜怎么了啊？吃素对身体好，排毒养颜。坐吧。哎，叔叔坐。那你不能把昨天剩的炒饭给端上来呀？昨天晚上的炒饭怎么了啊？放一晚上没事的，不吃就浪费了。哎呀，真要是自己人，还在乎这个？小伙子，你说呢？非常好。爸，严谨，我们去下馆子，欺人太甚。行。哎，叔叔坐。阿姨说的对啊，虽然啊咱们现在的生活好了，但咱们还是要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。只要是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坐在一块吃饭，剩饭剩菜也都是满汉全席。但是阿姨啊，咱们4个人这桌上恐怕菜有点少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炒2个菜去。够了。怎么？你看我干嘛？味道不错，亚明你尝尝，和饭店一个味儿。还不错，我还以为连方便面都不会煮呢。我小时候啊，我爸妈在部队里忙，我从小就跟我妹做饭。哎，你别看她现在瘦得跟猴似的，小时候被我喂的那就一个肥。以前我在队里的炊事班待过有半年，什么煎、炒、烹、煮、炸、爆溜、炝边焗，我每样都会那么一点，要不然怎么开餐厅呢？我要感谢叔叔跟阿姨生了小欧这么好一闺女，让我遇到她。以后，你们2位要是想吃我做的菜，我可以每天都过来给你们煮，只要你们不嫌弃。8大菜系随便你们点。那好啊。之前小欧就说了，说你样样都会。勉强会那么2下。啊，既然你这么能干，待会儿帮我把阳台的玻璃擦一擦啊。没问题吗？啊，阿姨，阿姨，吃饭吧。哎，这。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.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. I have you in my head, round and round.
to hold, and we can't help but fall in love again. I will protect you. 妈， No one can hurt 是我。 you. 来，阿姨，我帮你们拿。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? 来这儿。 I devote myself to you, babe. 你太占地方了，你好，阿姨。 Change my love for you. 您坐。小杨，哎，叔叔，这么也好，叔叔来试试。哎，我来试。 你别坐，别坐了呀！你这怎么这样呢？ I'm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, feel me again. 来尝尝，小严他三亚的朋友带过来的，整整1箱。真的挺甜的。那你就多吃点。我看小严这个人啊，很热心。这几天啊，鞍前马后，忙里忙外，还真没他不会的。小欧嫁给他，绝对是享福的命。我看你啊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再折腾他了。 这才几天啊，你就盖棺定论了？一辈子长着呢，我们得好好的考验考验他。哎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小严啊还真不错。他和小欧都是倔驴脾气，两个强势的人要想过一辈子，必须有一个人妥协。他要是能接得住经过这2天的考验，以后小欧再怎么折腾，他都能受得起。都听您的，您说的都对。听我的准没错。好嘞。哎，您让开一点。你帮我拿上。好。哎呀，哎。终于跟咱妈搭上线了，你是不是得趁热打铁，把她拿下？你不是说不着急，慢慢来吗？哎，别提了，我爸、我妈还有严慎那个小妈，天天催我，问我什么时候能带他们见到你父母，聊聊结婚的事儿。我一激动，我就说3天之内就能搞定。3天？你这吹牛习惯什么时候可以改？改，我一定改。但我牛已经吹了，你不得帮帮我？那我也不能保证我妈3天就点头呀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最近啊，你多回一回你爸你妈家，好好把老佛爷伺候好，顺便放个大招什么的，没准儿3天就搞定了。还放大招呢？就老佛爷现在这态度，我连使点小伎俩他都没兴趣。你是他女儿，你开心，他就无计可施。那我就回家表演一下开心。不用演，咱们俩就在你妈面前视频聊天，让她知道咱俩有多甜有多腻。没准这个事儿根本就用不了3天。那我就回家乐呵乐呵。行，乐呵乐呵。哎呦，你什么事儿那么好笑啊？啊？你未来女婿说话特逗，要不要我给你读读？哎呀，你给我少来啊！你今天真的不回店里了？不回了。你女婿说啊，他来看店，让我好好陪你们，懂事吧？哎呦，你也没陪我们呢，你还跟他发信息，一口一个我女婿的，你绿了他，活不了了吧？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什么叫因为爱情而丧失自我。他打视频来了，
亲爱的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好想你。老纪，我要炒一盘鸡皮疙瘩。喂，严姐，好久不见，这几天餐厅生意不错呀。刘伟，终于舍得回来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。巧了，我也挺想你的。要不然咱俩见一面。1个小时以后，水厂公司见。那儿都被查封了，来1/3吧。我不在的这段时候，你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。要讲你家里人平安无事，就按规矩来。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哎，严姐，刘伟出现了，他联系你了？是，约我1个小时后见面，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。你不能去，他明显是冲着你来的。我必须要去，这可能是抓到他的唯一机会。你赶紧带人到水产公司附近支援，但只能我一个人露面，一定不要打草惊蛇。不是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已经在路上了，你赶紧吧。喂，刘伟属相。喂，媳妇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计划成功了。老佛爷下懿旨了，叫你回家吃饭。你晚上早点过来，帮忙打打下手。今晚要吃饭，那恐怕我去不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有事吗？店里面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要不然咱们改明天，你看行吗？是工作重要，还是咱们俩婚姻大事重要？赵亚明同志亲自下厨请你吃饭，就这么一次结婚。你要是放他鸽子，咱们俩就彻底完蛋。媳妇儿，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儿，现在不方便跟你说，等见了面一定给你汇报。你不会是跑去查案了吧？没有的事儿，媳妇儿体谅一下啊，就把时间改明天吧。我先挂了。应该到了。打电话。哎，喂，陆少，我到水产公司了。可刘伟始终没有出现啊。我在想，他会不会是别有用心？
有其他的目的。走了，我们中计了。什么意思？前两天一直有辆车跟踪，他到过小吴家楼下。那个人应该就是刘伟。刘伟跟踪你？是我大爷，我还以为是赵天贵的人。刘伟他不会自投罗网，他约我谈到富贵，一定另有所图。他肯定想调狐狸山把我引开，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到小吴家报复，或者是为了救小美人。严姐，小美人今天早上已经被抢劫了。我怀疑他已经去了小吴家，你们赶紧派人过去，抓紧时间。你带兵就留在生产公司，如果刘伟出现，第一时间跟我汇报。各部门注意，计划有变。我请他吃饭，还得他来定时间，真有意思。小欧，你赶紧跟他打电话，让他明天别来了。不伺候。小严不说了吗？他有事儿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？就是，不就吃顿饭吗？哪天吃不一样？妈，你就别较真了啊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在家呢，老裴正在生你的气，我在安抚他。我这边事儿处理完以后，我争取晚上回家吃饭。怎么晚上又能吃饭了呀？你逗傻姑娘玩呢？你是挺傻的，但傻得可爱。行了，先这么着啊。来的比我预计的要快。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想干什么，应该很清楚。小吴家住几楼啊？14楼。程警官，你命够硬的。这么撞都没把你撞死。刘伟，我劝你不要再胡作非为。你们警察就会说这一句啊？有听的吗？我和严谨现在在季好家的天台上，好久没见了，一起来叙叙旧吧。通知特警队过来支援。好。不就是叙旧吗？何必搞这么大阵仗？严谨，咱俩也算是过命之交。你这马上要结婚了，好歹我也要来看看新娘子呀。现在插播一条快讯：
4月26日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梨园市103特大贩毒案主谋杨玫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裁定，并将其押赴刑场进行了枪决。39岁的杨玫瑰，绰号小美人，是本市具有黑社会性质。哎呦，那个女毒枭被枪毙了。九，就是小严之前卧底的那个贩毒集团的头目。团伙打着水产公司和娱乐场所的幌子，进行毒品制造和贩卖运输。林局长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严谨在电台被刘伟给劫持了。犯罪分子是否持有武器？这个还不敢肯定。来电话了。刘伟，程警官，看来你们都到了，赶紧上来吧。记住，只能你一个人来。好，你等着。林局，我上去了。一定注意安全，随时汇报情况。明白。我跟你去吧。注意安全，小心掉头。狙击手，就位。是，林局。严谨被刘伟劫持，刘伟手里有枪，一定要把握时机，不要轻易行动。明白。刘伟，可以了，程警官，别离我太近了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扔远点儿。刘伟，你冷静点儿。严谨做卧底是我的安排，想报复你冲我来。我确实有件事情要麻烦程警官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。2个小时之内，把小美安全地带到这里，再准备一辆加满油的汽车，确保我们安全地离开梨园。如果你能满足我这些条件，我保证不动你兄弟，还有他那个女人一根汗毛。1号到位，2号到位，3号到位。是否能够看到目标？1号看不到，2号看不到，3号只能看到严谨。严谨和障碍物挡住了狙击手的视线，目前无法击毙刘伟，设法让严谨引他到射程范围之内，以便狙击手将其击毙。怎么样啊，程警官？想好了没有？说话。刘伟，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你与其在这儿费尽心思，还不如缴械投降，没准老程可以让你跟小美人活着见你。你他妈还好意思说？小美对你那么好，你却把她给害了，你他妈对得起她吗？一个毒贩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？你早他妈不是什么缉毒警了！我告诉你，一日为警，终身为警。毒品害人，我最好的兄弟也是被毒品给害死的。我这一辈子，就是跟你们这帮贩毒的过不去，有一个抓一个，有一窝断一窝。刘伟。哎呀，来与不来啊，我都得给你们家严公子备上菜。哎呀，妈，你能不能别总像小孩子一样置气？严谨他今天真的是有工作吗？啊？哎呀，你别碍我的事儿，来，要不你摘菜啊？
警官，能不能办到我的条件？刘伟，能。我现在就派人把小美人送过来。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：离开天台，不要伤及无辜。无辜？他，还有他那个女人，你们这些人哪个是他妈无辜的？要不是因为你们这帮人，我和小美会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刘伟，你真就是一条疯狗。我今天一定要抓住你，哪怕是一命抵一命。严谨，你错了。我是一条命，但你们不是。你弄这么个假盒子，你想不成的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刘伟在天台准备了炸弹，我看是 C4，立刻集结人员疏散。快，通知排爆大队，是对这2栋楼进行全员疏散，快！是。现在楼上有炸弹，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，快开门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大，这门锁怎么打不开？哎，早上还好好的。小赵，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炸药啊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了，赶紧开门吧。打不开，门锁坏了吗？打不开，快看一看，怎么打不开啊？打不开！你们也别着急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啊，好啊好。哎呦，怎么看看？怎么可能呢？2个小时之内，你要不把小美安全带到这里，我们大家一起死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。来，大家往那边走，快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跟上，快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快，确认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人啊？赶快撤离！赵启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严谨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，上面还有炸弹。怎么可能？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。我真的有必要骗你吗？小赵，你快想想办法！阿姨，别着急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安全的把你们从这救出去。你们先让一让，往后退一下。联系临城一看，把杨玫瑰送到华修院。别废话，立刻马上！看守所到这还有一段距离，咱们都冷静一下。刘伟，KK 是不是你杀的？严谨。你挺聪明的，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？KK 那种小崽子也配我亲自动手啊？跨年夜当晚，你故意跟我闹别扭，提前离开，难道你没有什么预谋？有预谋也是杀你！我早他妈应该一枪崩了你！这不是你干的。都到这份上了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我身上差多背他这一条人命吗
KK 明明就是你杀的。程队，季小吴家被困住了。妍姐，小吴家被困住，出不来了。看着自己的女人身陷死局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，妍姐？现在唯一能把门打开的办法，就是用炸弹把它炸开。老程，去救季小欧，不要管我。程警官，没让你走。刘伟，你放心，我不走。我们都在你手里，谁也走不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刘伟，重刑犯从看守所出来没那么容易，你得给我这个时间，我要下去说服我的领导。另外，我还要给你准备车辆。别跟我耍花样啊，程警官！你放心，不会的。怎么样？妍姐到底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放心吧。刘伟，既然你这么坦荡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你：你大哥段永生是不是被你杀的？是我杀的。怎么了？为了小美人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先是有段哥，后来再有我。你说小美人怎么就对你不动心呢？这20年来，你对小美人可谓是掏心掏肺，可她呢？她把你当成什么呀？一条狗。这样一个女人，值得你为她拼命吗？值得。小美值得我为她做任何事情。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别以为我现在不敢杀你。刘伟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小美人今天一早已经被枪毙了。现在就能排爆大队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肯定赶不过来啊！喂，送一个工具箱上来，快！什么？你疯了吗？那玩意儿你拆不了，你赶紧下来！这附近都是居民，连扔的地方都没有，不成的祸我总得承担。送工具箱上来，快！吩咐支队长，命令严警立刻停止排爆，进行人员疏散。是林军。严姐，上级下命令，立刻停止排爆，马上撤出。真的没有时间了，人命关天，快！林局，严警在五纽特战队的时候曾经做过排爆手，有过成功的排爆经验。现在排爆大队暂时无法赶到，能不能让他尝试一下？排爆大队还有多长时间能赶到？最快还有10分钟。
严谨上。是。张天辉，小家交给你了。头，消防队长迎敌过来，来不及了。疼，燕区来了。这个炸弹的设置没有那么复杂，我试试，没准能成。小吴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张天辉在想办法呢，你别分心了。你愣着干嘛？撤啊！少废话，赶紧弄你的。快出来！快！快走！注意，走楼梯！你要相信他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快走！喂，小王。燕姐，我们已经安全到楼下了。那就好。等我把手头的活忙完，晚上肯定回家吃饭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该不会咱妈又生气了吧？没有。他同意我们结婚了。真的？可以啊，媳妇儿。这回真可以当着咱妈的面喊你媳妇儿了。你跟她说，结婚以后不管大小事儿，我都会让着你。媳妇儿，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做的饭。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？罗马假日。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情报简述。谁能料到刘伟能来这么一出啊？
他对小美人也真是爱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刚才哥们帅吧？行了，别装了，瞧你那手抖的，后怕了吧？婚还没结，我可舍不得死。对了，赵天辉呢？我得好好谢谢他。他应该去核实刘伟跨年夜的去向了。如果战宇真的不是刘伟杀的，那这个案子就更复杂了。我实在想不通啊，除了刘伟以外，还有谁那么想要杀我？你刚从鬼门关出来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就凭赵天辉那股子轴劲儿，再复杂的案子也会有出路的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回队里加班去了。哎，刘伟都死了，还不让休息？刘伟是死了，但那个制毒人还没有抓着呢。制毒人？根据小美人的交代，他们的配方是刘伟从一个制毒人手里偷来的，但那个人跑了。我怀疑那个人才跟6年前的案子有关。关于那个制毒人，你有什么线索？你的卧底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不归你管的事就别操心了。你放心，人我一定会找到，案子我也一定会查清。你还是想想怎么照顾你媳妇儿吧，啊！坏了坏了，别说小欧了，我丈母娘才开始接受我，就出这么大事儿，我得赶紧去赔罪了。谢谢谢谢。我女婿的身手啊，确实挺矫健的。以前啊是武警特种兵，还当过缉毒警呢。他的生意啊做得特红火。没错没错，对我和小欧啊都特别好，做饭刷碗的，别提多懂事儿了。是，我相当的知足。哎，他们叫我吃饭呢啊，我回头再聊啊。好，再见。哎呦，老同学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电话特别多。哎呦，我没事儿啊，这回啊是真的要结婚了。回头定好日子啊，我通知你啊，一定要来喝喜酒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忘的啊。好，拜拜。来。妈，原来您才是咱们家的大厨啊，难怪轻易不出手。生气就是生气，你喊100遍妈也没用。妈，严谨都累了一下午了，你好歹让他吃口饭，再教育他呀。命差点都没了，你还吃什么饭呀？严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你有小欧，将来还有你们自己的孩子，无论做什么事儿，都要对家人负责任。你要彻底的铲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思想。我不管你骨子里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情节，以后再上演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，我就让小欧立刻换人。我发誓，我严谨，从今往后绝对不会拿生命开玩笑，谨言慎行，努力挣钱，好好养家，以家庭为主，以小欧为主。好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，怎么也得喝2杯。等着，我去拿酒去。好嘞。认识这个人吗？
认识，这不刘伟吗？他不是跑了吗？跟他熟吗？我们这是合法生意，怎么会跟贩毒的有来往？他就是到我这儿来消费，我对他有点印象。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，他来过这儿吗？警察先生，我真不敢得罪刘伟。不用害怕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个王八蛋，一天对我连孔在下的。哎，那他赊的账我跟谁要去啊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去年跨年夜的晚上，他来没来过这儿？来过。那天晚上我们店里做活动，他来的时候还跟我打了个招呼。几点来的？又几点离开的？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来的吧，然后在包房里边玩得挺晚的，第二天中午走的吧。那天的监控还有吗？呀，那肯定没有了，我们这儿只保留1个月的。那你还能帮我们找到那天晚上跟刘伟在一起的人吗？我们需要核查一下。这个没问题啊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们问。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，去年跨年夜当晚，刘伟人在夜总会，没有杀害战宇的可能性。我早就对刘伟没抱什么希望了。没有杀害战宇的可能性。我早就对刘伟没抱什么希望了。他要真是凶手，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呢？不是刘伟，也不是严谨，那还能有谁呢？这大半年高开低走的，全白费。现在，咱们连寻找的方向都没有了。这么点困难，就把你们全打趴下了是吗？咱们手里的证据都指向谁？可严慎已经通过那个实验，排除了清洁工就是严谨的可能。严慎是律师，他的责任是保护委托人，并不是寻找真相。严慎用带有煽动性的实验保护了严谨，但是他并没有付掉我们手里其他所有的证据。那您的意思，严谨还是嫌疑最大的那个人？他从来没有从我的嫌疑人名单里去除过。说句心里话，头，昨天严谨干的那些事儿，我还是挺佩服他的，有点没办法把他跟那个杀人犯联想到一起。在我眼里，他是不是杀人犯，靠证据说话。挺好，继续加大力度，寻找分尸工具跟分尸现场，这个目标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还要重新研究严慎的实验到底是不是天衣无缝的，从什么地方跌倒，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，记住了吗？是。这逛了一个下午，我腿都打软了。辛苦啦，老婆。来，对，我给你捶捶。哎呀，真辛苦。对了，媳妇儿，有个事儿啊，我得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选这儿当婚房，丈母娘真没什么意见吗？那有意见也和咱们没关系，他们就是喜欢把事情给想复杂。这屋子倒是发生了不少事儿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把这房子重新装修一下，新婚大事，新屋子新气象。哎呀，没必要，我觉得最多换几个家居，改改软装就行了。嗯，行，都听你的。
那我做饭去了啊。哎呀，不吃，减肥。减肥得吃饭啊，哪怕你胖成200斤，你在我心里也是最美的。你就咒我吧。行吧，你坐着歇着吧啊，给我10分钟，给你搞定减肥3个。你正好研究一下这屋怎么弄。哎呀，我觉得吧，就把窗帘和这个沙发垫的颜色改改，其他的啊都不用动。这么简单啊？要按我的想法，这个屋子里面什么都不用换，你只用把衣帽间还有橱柜腾一半给我，我拎包入住就行了。你说，我这个媳妇儿怎么这么好伺候？那这个女孩是谁啊？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？这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叫沈五月。啊，我们原来都一起玩的。五月，这个名字好。哎，那她现在……自我叫，肚子好饿，申请加个餐行吗？行，减肥餐已经好了，请夫人用餐吧。你怎么不喝啊？这个东西特别好，饱腹又通便。你试试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有点累了，喝不下了。要不你回屋里躺一会儿？我明天一早还要码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叫个车就回去了。你真不用我送你吗？不用了，晚点微信联系吧。那行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
对呀，预备起走。哎，你们俩这就走是吗？等等我。老纪，来，快，帮我掺和一下。这个，这个。哎，你好，哎呦，哎，真好，儿子，哎，改口，妈，哎，有礼物，一点心意。谢谢妈，这可是我进季家门的证据啊，我可得收好了。闺女，爸，哎，妈，哎，我呢？好孩子，来，那个自己家的小店儿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兄弟，哎，喝两口，来，谢谢哈，来。头儿，吃饭了。你几天没回家了？2、3天吧。头儿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案子永远查不完，你不能一直泡在办公室里，这样你以后可怎么找女朋友啊？不过你这话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。今儿天儿不错呀，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。这样吧，盒饭不吃了，你陪我出去吃点吧。我哪有资格陪你出去吃饭啊？我一堆工作还没做呢，一会儿还得带着兄弟们去搜索分尸现场啊。发现给你小子个福利还不接着是吗？那你回去干活去吧。哎，别，我女朋友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火锅，要不我带你去麻辣一家？行，就去那家吧。今儿我请你。哟，铁树开花了。再那么多废话，让你掏钱啊？走吧。日子我可看好了啊，6月6日，这个农历的是5月初4，那个是个好日子，才子佳人，门当户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亲家有心了，有心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听到了吗？终于有人能镇得住我哥这泼猴了。怎么说话呢？我要是猴，那咱爸咱妈是什么呀？你嫂子是什么呀？越来越坏了。爸妈，我敬您2老一杯，感谢您养育了这么好一个闺女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对小我的。好，来啊，爸，给您坐。挺会说话了。只要他不欺负你就成。谁欺负谁呢？爸妈，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我终于嫁给了爱情。我觉得啊，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和严谨啊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。好。小欧，有句话，妈早就想对你说了，要不是你，严谨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他的命，是你给的。妈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永远都相信严谨。就是妈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！我哥跟我嫂子经历这么多才走到今天，往后全是好日子。
是啊，往后全是好日子。来，大家干一杯啊！来，好日子啊！来，坐下，吃口菜。哎，是啊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我们呀，赶紧锻炼身体，等着抱我们的孙子。是。亲家母，你可别给孩子压力啊。小欧啊，生孩子的事儿自己定，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。我和严谨挺喜欢孩子的，我们俩决定结完婚以后生一男一女，凑个好字。好，咱们就这杯好字干一杯啊！再干一个，来。来，我给这。妈，我给他讲。啊，好，来，那这给你吧。哎，来，挺好的。好，来，你也来吧。哎呦，头儿，你慢点儿。哎呦，慢点。哎呀，不花钱的东西就照死吃啊，丢不丢人啊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又溜达来严谨的小区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呀？头儿。这个运尸路线，法院已经核实过了，而且之前我们也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，没有问题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条运尸路线会是咱们的突破口。来都来了，有枣没枣的，打一竿子吧。走吧。我的肚子里面火红，我吐出来！哎，给我把嘴闭上！现在小孩床真贵。哎，你们俩这订婚宴也办完了，接下来该是盛大的婚礼了吧？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啊？我昨天晚上失眠，今天白天话说多了。失眠？该不会严谨宠爱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吧？瞎说什么呢？我结婚前就住店里面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结婚前还分开睡？哎，想什么呢？说呀！这女的谁啊？严谨初恋？严谨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但看这照片，明显这两个人就是情侣啊。这照片你在哪儿看到的？那天我去她家，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。那这事儿可就不简单了。你也觉得不简单啊？如果严谨交代了其他前任，而刻意隐瞒了这个，那就说明
很有可能是他给这孙佳玉戴了绿帽子。以严谨的性格，不可能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男人可以炫耀自己花心，但对于撬自己兄弟女朋友这种黑历史，绝对不会轻易提起。这种解分项可以隐瞒，也能理解，但你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严谨本来就是个抢手货，他还留着这照片，就说明他对那姑娘念念不忘。你可得看紧点儿。这年头，初恋杀伤力特别强，可别一不小心让这初恋杀个回马枪。严谨不是这样的人。你要是相信他，你就不跟我说这些了。要不，走，吃甜品去。没有什么是一顿评评解决不了的。吃个甜品都能离得远，真扫兴。好巧啊！我陪妮雅过来买点东西。啊，我也是，我刚去那边超市买了点东西。那就坐这儿吧。赵警官不是最不喜欢吃甜食了吗？尤其是杨枝甘露，怎么现在也好上这口了？该眼馋的眼馋，不该惦记的，趁早死了这份心吧。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？恭喜你啊！谢谢。这么大的钻戒，赵警官1年的工资都买不起吧？方妮雅，我说的是事实啊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赵定辉，小欧的婚礼定在下个月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沾沾喜气啊！我局里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战宇的案子有没有新的进展？暂时还没有。天天查也查不出个名堂来。我要是负责这案子，早就引咎辞职了。方妮雅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挖苦赵廷辉了？我也不想挖苦他，可是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，看他我就来气。谁让他当年抛弃你的？本来这件事我还站着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变成我小心了。这跟你又没关系。再说了，赵廷辉知道我什么脾气，人家现在还是孕妇，激素水平不稳定，你就谅解一下好不啦？服务员，哎，来了，我要点单。你要点什么？我来个 cheese cake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吃口我这个吧，特别好吃。又酸又甜的，有什么好吃的？你就吃一口吧，保证你会喜欢上。啊？走吧。领导。喂，李局。啊，是的，案情有了新的进展。是的。你看，这队里的紧急情况，改天我再约你吃饭吧。要不我送你上去吧？不用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赵廷辉，你爸妈同不同意我不在乎，我在意的是你的想法。
其实我觉得，这婚姻再怎么说都是两家人的事情嘛。如果我们得不到父母的祝福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一年，你为了我跟家里闹了不少别扭，我不想再为难你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咱们就在这儿分了吧。冯大哥，哎，小欧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这话我应该问你啊。今天你怎么想着来跑步啊？减肥呀，总得在婚礼上美美的吧？看来这减肥都成女孩子的信仰了。你跑完了吗？还得跑一会儿。怎么着？我带你跑会儿。好呀，好久没跟你一起跑步了。走。来，喝水。好久没有正儿八经运动了，完全跟不上你的节奏。这我也是为了你放慢节奏了。这运动完啊，整个人舒服多了。既然舒服多了，就聊聊吧。跟严谨吵架了吧？哎，没有，我就最近看到一张老照片，发现严谨跟一个女孩在一起。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起过。小欧啊，这每个人都有过去，这过去呢就会有很多小秘密。既然你选择和严谨在一起，就不要介意他的过去。哎，冯大哥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沈五月的女孩？五月，我知道，但不太了解。这姑娘不是去世了吗？已经去世了。啊？你不知道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有点说的多了啊。哎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之所以严谨不愿意提，这可以理解。那他和严谨还有孙佳玉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啊？孙佳玉和严谨是在武警特战队认识的，我是后来在禁毒支队和严谨认识的。之前他们的事儿我不太了解，这事儿你应该问陈瑞敏吧。我要这样去问陈大哥，他肯定觉得我很八卦。那你就直接问严谨啊，这样对谁都好。哟，我该去接乐乐了，要不我开车把你送回店里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想再坐会儿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厨房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客厅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看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。没有呀，我还在忙呢。哎，我来擦。哎，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居酒屋，我听说特别好，要不然咱们俩去喝一杯？嗯，等我收拾完。不想减肥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吧？啊？我一连喝了好几天了，今儿就想多吃点。行，吃，不就是婚纱里多塞个几斤肉？我陪你一块吃。老板，再给我一份刺身拼盘，一份炸猪排。好的。哎，慢点喝，清酒后劲儿大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，这点酒都不够塞牙缝里。你这酒留着养王八呢，喝掉。好吧。姓名？黄发祥，年龄54了。老黄是吧？哎，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我这还正想问您呢。抓我的那个警察说我是什么制毒人。警察同志，我连初中都没毕业，我怎么可能会制什么毒啊？我再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啊，你好好想一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是5月10日的晚上，我们在溧源市的郊区金陵村发现了一个制毒作坊。这个大院子的平方有60多平，你就是在这里制作毒品，然后通过网络卖给那些买散货的买家和吸毒人员。围剿当天你的确是不在现场，但你逃跑前遗留下的生活物品都还在。茶杯杯口的唾液和指纹，以及衣物上随意一根头发的 DNA 都可以证明你就是这个院子的主人。还是不想说是吧？啊，我替你说，你的货在圈内算是上等尖货，销售渠道既专业又隐蔽，一看你就是制毒界的老炮啊！以你的级别，怎么也得傍个大买家长线合作啊！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卖散货挣小钱呢？除非你是被别人强行踢出了局，逼不得已才用这种方式挣钱糊口。我们刚刚破获了103特大贩毒案的头目小美人曾经亲口交代过，他说他们最早的货就是跟一个神秘的制毒人在网上交易的，后来他的搭档刘伟想自产自销，
于是偷了配方，并想暗杀这个制毒人，只可惜让这个人跑了。你的货跟小美人的货在配方成分上一模一样，你就是这个神秘的制毒人。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警察同志，你说的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去年12月之前，你一直在小美人的水产公司做门卫，你用一种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方式去观察你的仇人，或者是想报仇，却始终没有得逞。由此可见，你这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还是很有头脑和胆识的。你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坦白从宽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还用我跟你多说吗？啊，黄发祥。谁家的媳妇这好？好看在哪儿啊？哪儿都好看，尤其是那张大嘴。妍姐，你是不是就喜欢大嘴妞？不是，我只喜欢你的大嘴。我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1年零3个月零10天。才认识1年多就要结婚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什么意思？要反悔啊？我人都是你的了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儿？说。以后我们俩在一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要对对方坦诚。我觉得吧，这2个人之间，不管有多亲近，都应该有彼此的独立空间和独立人格，甚至有秘密。你的事儿你不想说，我不会问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因为我对你是完全的信任。如果真正信任，就没有什么不能说。你跟沈五月到底什么关系？不是说过吗？我不是想纠缠什么过去的事情，我也不在乎他在你心中的位置，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可以坦诚相待。我知道这个女孩已经离开了。那你还问这么多干嘛？你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，我信了。但如果你是我，看到这样的照片，你会怎么想？难道你不好奇吗？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喝酒，像讲故事一样聊聊过去，不为过吧？不是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可以当成故事讲给别人听。为什么？你们之间的事有那么难以启齿吗？妍姐，你不要让我觉得你那么陌生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能让你提都不能提。难不成沈五月的死还跟你有关系啊？老板，再给我来壶酒。好嘞。留给你坦白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没错，小美人以前的毒品是我供的货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居然要杀人灭口，偷取我的配方。
那你跟6年前邓坤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？邓坤跟海叔这2个人你认识吧？那我要是说了，还能给我减刑吗？你自己选择什么路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想活命当中为什么要制毒呢？黄八强，你当这是哪儿啊？这事儿由不得你琢磨，你今天必须要说清楚，毒品配方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你跟6年前的案子究竟有什么关系？配方是我从邓坤那儿得到的。怎么得到的？围捕邓坤时你在现场？当时我不仅在现场，我还亲眼目睹了那个卧底警察被杀的全过程。你要说什么？那个开枪的人不是后来被判了死刑的张子江，他是另外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你们认识。是谁？是当时还是缉毒警察的严谨。你知道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？我这一条腿都迈进棺材了，我能跟你说这些，还不就是为了想多活几天吗？好，那你就把6年前案发现场你看到的都告诉我，什么也别落下。哎，来，你能给我口水喝吗？给的。说吧。啊，我就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小工，每天就在工厂里打杂。海叔的货呀，纯度特别高，人也手细，所以那些年邓坤一直跟海叔合作。海叔用了1年的时间，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毒品。很快，他们就定好了日子，要跟这个邓坤进行交易。地点呢，就在中缅边境附近山林里的秘密制毒工厂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哎呀妈的，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儿。谁让干这个挣得多呢？嗨，你把这2壶水给海叔送过去。哦，记住，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问的也别问，啊。哎，去了。好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来送开水。给我吧。我去，给我就行了，回去。看什么看？快走！哎。
海叔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他会死在自己贴身保镖的手里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儿就是我的了。配方现在在我手里，想跟着我挣钱的，把枪都放下。怎么着？不乐意啊？就算了吧。就在邓坤带人去制毒工厂的时候，警方就围剿上来了。枪声一响啊，哎呦，那城市里就乱跑啊！那工人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啊！我当时我也懵了，那吓得我拔腿就往西边的这个树林子里边跑啊！那你看清楚那2个人是谁了？看清楚了，一个是穿着黑色缉毒服的人，他脸就冲着我，我看得非常清楚，的的确确就是严杰。他对面那个人是邓坤手下的一个大个子，啊，邓坤每次和海叔进行交易都带着他，我对他的印象挺深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那个人是卧底。你听清他们说什么了吗？哎呀，那天那下着雨，我什么也听不清，但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的的确确就是严谨。后来，严谨又挨了邓坤2枪，我看严谨也倒下了，不知死活。当时我吓坏了，我就赶紧跑了，慌里慌张的，我还把鞋跑掉了。颜律，这2套衣服选哪套啊？颜律，啊，就白色那套吧。好，那就搭配这件黑色的吊带和红色的口红喽。那我们就先把衣服换一下，再做最后调整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《法治时空》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著名律师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严胜严律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严胜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案例。我们先请严律给我们这起案件做一个简单的评价。
这起案件呢，是一起典型的辩护人通过金钱收买证人、篡改口供，帮助被告被判无罪的案例。该案的辩护人触犯的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律师伪证罪。后来我看报纸的时候，才知道严谨脱罪了，判了张国强的死刑，证据就是落在现场的一只鞋。其实那天张国强根本就没在现场，是我穿了张国强的鞋，逃离的时候不小心掉那儿了。郝发强做假口供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警官同志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没撒谎，没说谎话。审判长，各位审判员，照片中的这只鞋是在案发现场新找到的证物，已经核实，这只鞋正是制毒工人张国强的。请问张国强，你对我刚才所说的话有疑问吗？没有。好，这只鞋你是如何遗落在案发现场？请详细说明。那天我趁乱逃跑，就跑进林区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之前向警方撒了谎。请你继续。那个卧底警察是我杀死的。安静，现场安静，请犯罪嫌疑人继续陈述案情。是我用被告人的枪打死他的。你指的被告人是在座的严谨吗？是啊。那天张国强还有工厂的工人四处逃，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让警方抓住的。你当时怎么就穿了张国强的鞋呢？我们俩都是海叔工厂里的小工，我们俩住上下铺，平时关系特别的好。围剿那天呢，正赶上我的鞋弄脏了，没鞋穿，我就穿了他的鞋。你在逃跑的时候，经过了林区的案发现场，恰巧当时的卧底警察孙家玉醒过来，他用枪阻止你逃跑，于是你在慌乱之中捡起严谨的枪，向孙家玉开了一枪。之后你抹去了指纹，把枪放回了原处，逃离现场，对吗？是。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卧底，只觉得自己闯祸了。逃的时候太紧张了，连鞋掉了我都不知道。是什么原因让你在今天说出了真相？他毕竟是一名警察，我良心上过不去。审判长，我没有问题了。就这样，严谨在律师的帮助下逃过了一劫，张国强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，成了严谨的替死鬼。至于张国强为什么会做伪证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，肯定是为了钱嘛。一个杀人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，而且还在6年以后成了梨园餐饮界的翘楚。
还成了你们心目当中的缉毒英雄，真是天大的讽刺！天大的讽刺！程警官呐，你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位缉毒英雄付出了那么多，不是为了伸张正义，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秘密嘛。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，在刑事诉讼中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、伪造证据，帮助当事人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威胁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，都属于犯罪行为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至7年有期徒刑。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尖锐的问题，就是律师的责任究竟是以委托人的利益为主，还是以案件受到公正的审理为主？我们想听一下严律师的看法。你看看这严慎这姑娘，越来越成熟了。老沈，你朋友多，学生也多，赶紧给她介绍个合适的小伙子。当职业道德和人性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觉得作为一名律师，应该职业道德优先。这不是人性不人性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根本的原则性问题。今天的法治时空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你说你这小姑子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能力有能力，怎么就是嫁不出去呢？人家不是嫁不出去，是压根儿不想嫁。倒是你，打算什么时候和老冯领证结婚啊？我们不急，等孩子生下来再说。是不是冯大哥有什么顾虑啊？没有。你看他对我多好，我知道他对你好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是不是考虑到乐乐暂时不想结婚？那也不是，乐乐其实挺喜欢我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这事儿，所以老冯也就没提。冯大哥不提怎么行啊？这孩子都有了，你们未婚同居本来就不合适。现在孩子都怀上了，这样拖着不领证可说不过去啊！只要老冯能跟我在一起，对我对孩子好，早结晚结我都觉得挺幸福的。哎，对，你问没问严姐那照片的事儿啊？她跟那姑娘还有孙佳玉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吵架啦？你知道有没有结婚证的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生孩子？我犯得着为了张照片跟他吵架吗？所以你到底是问还是没问啊？我问了，但他没有说。我觉得吧，有些事情不需要弄那么清楚，尤其是以前的事儿。既然他不想说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我何必强人所难？只要不影响我们俩的生活，我也不会介意的。心真大，我得向你学习。程警官呐，你了解严禁这个人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呀？喂，云梯 S6519里坐的你的人吗？我先声明啊，我做的都是正经买卖。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啊？盯的不是你。你的意思是，有毒贩来我这吃饭了？是不是？不认识吗？少打听，我还有事忙着呢啊！没事，我先挂了。搞得这么神秘，看来案子不小。需要哥们儿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
挺舒服啊，严总。你要真是一个人过不下去，赶紧找个姑娘，别三两句在我们家赖着不走啊。怎么呢？不欢迎我？你没看到你儿子画的全家福啊？就你那张脸是随便勾描一下，我估计啊，孩子连你长什么样都给忘了。啊，你最近查的是小美人吧？我就知道啊，这个女人真不一般。这半年，她想方设法的给我拉关系，也是不安好心。小美人对你有兴趣？我估计啊，是对我的背景和人脉关系有兴趣。她一直想要拉拢我合作，但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啊，嫌麻烦，能躲则躲。说吧，这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查出什么了？已经有线索表明，小美人的生产公司涉嫌贩毒，而且规模很大，但是我们查了很久都没有突破。仅此而已。啊？看你这遮遮掩掩的样子，我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一般。说。最新缴获的那批毒品成分与浓度和5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。你好日子过够了，跟毒贩接触有多危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二子是因为这个案子而牺牲的，到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破，你觉得我会甘心吗？我不管你甘不甘心，我不可能让你去冒险。小美人他们做事非常谨慎，你不是也一直没有办法从他们内部获得情报吗？这么下去，他们的毒品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市场，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因此被害？你有想过吗？严姐，二子已经没了，我不能让二子他不能白死，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这一回我必须要上。相信我。只要咱哥俩联手，一定事半功倍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一定是严谨主动找你要求做这个卧底的。啊，陈警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严谨早就不是缉毒警了，他早不问晚不问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问你办什么案子？而且你办的这个案子又跟6年前1020大案有关呢？我就知道，严谨没跟你说实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告诉你究竟是为什么。其实，在严谨主动找你当这个卧底之前，我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。喂，是严老板吗？是我，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。严老板，当年
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，挺难受吧？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，也是煞费苦心了。到底是谁？我知道，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。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，除掉他和刘伟的贩毒集团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，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。在刘伟赶尽杀绝之后，我沉寂了半年。后来我到了水产公司当门卫，我的目的就是寻机复仇。可是我观察了好长时间，我才发现，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没法捣毁他们这整个集团的。唉，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呀，竟然让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小美人跟严谨私下有接触，所以。严总你好啊，放心，就我一个人。是你，没想到吧，严总，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。我的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年我是海叔手下的一个工人，当你和孙家玉和邓坤持枪对峙的时候，我就躲在旁边的沟壑里，不小心目睹了全过程。严总恐怕没想到吧？啊？我已经在配合警方调查小美人贩毒集团了。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你要说到做到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，你的秘密我们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你，我想知道，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能不能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啊？啊，吸毒的人我可见得多了，多半都丧失了意志，你可不能误了我的事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比你更着急除掉他们。要是这么想的话，这位缉毒英雄的军功章应该有我的一份，是吧，程警官？
你真的了解严谨这个人吗？你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去当这个卧底吗？